海军要塞这一霸因为近几年来很少有海贼入侵，趋于和平，海兵们在安逸之中疏于训练，逐渐变得懈怠，在所有的海军中风评不是很好。这是一个寻常的夜晚，平静祥和，船工们修船，头头们喝酒。突然一个老海兵看到天空降下一个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一个海贼船。海贼船落到这霸要塞的中心海湾，海兵立刻拉响警报，封锁海峡。所有的海兵都在传，有一个部队从天空入侵到了要塞，首犯是臭名昭著的草帽海贼团。海军们如临大敌，探照灯对准梅利号，岸边的海军纷纷举起枪，要塞的大炮启动待命，随时炮轰。关键时刻，要塞的司令官却没有在基地里坐镇，而是跑出去钓鱼了。等他玩够了之后，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。属下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助手来报，很多海军声称看到了幽灵，有的人身上莫名其妙长出了手，有的人看到了毛茸茸的东西。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艘幽灵船。司令官大胡子倒是很冷静，他很清楚车从天上掉下来这件事是事实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海军将梅利号团团包围，登上梅利号后搜查取证，船上空无一人，但是咖啡壶里的咖啡居然还是热的。船上不仅有新鲜的食物，还有齐全的生活用品。大胡子司令在船上还看到了指南鸟，那是加雅岛特有的鸟类。由此推测这艘船一定是从加雅岛来的。因为草帽团的名声太大，胡子司令担心说出真相会引起船员的恐慌，于是告诉海兵们这是幽灵船。回到要塞内后，胡子司令迅速分配了人员，重点要对厨房进行搜查，着手预防草帽团对这把要塞发动袭击。此时的草帽团成员呢，原来大家从空岛上掉下来之后全部走散了，分散在了这把要塞的各个角落。索隆掉进了水里，上岸后就迷路了。乔巴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基地内部，听到脚步声的他吓得都要哭了。罗宾和乌索普待在一起，二人商量一下，决定先混进基地里再说。娜美将威霸藏了起来，躲开海军后思考着怎么找到其他人。路飞和山治也混进了基地，不过和山治比起来，路飞更像是到这里来旅游的，丝毫没有一点紧张感。这把的胡子司令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大名鼎鼎的草帽海贼团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自己所管辖的这要塞，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了找到草帽团的海贼，这一把整个要塞发起一级警备，海军们倾巢而出，草帽团的成员们被分散各处，只能各顾各自的安全，在海军的基地里四处躲藏。就在整个要塞全员戒备的时候，有一艘遭遇风暴的海军军舰请求入港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这种入港的请求是十分敏感的，但是胡子司令还是通过了请求，命令下属放下闸门，立刻将军舰让进要塞内。索隆这边迷了路，挂着3把刀在基地里大摇大摆的经过，而娜美呢就没这么洒脱了，在要塞基地里像一只老鼠一样东躲西藏，琢磨着怎么摆脱海军找到同伴。他推开一扇门，来到了外面，在这里可以将要塞的港湾一览无余。看到原本停在要塞海里的梅利号不见了，娜美有些急了，他主要担心船上那些自己收藏的黄金被海军给没收了。梅利号不在港湾，但是港湾里却停着几艘军舰，上面有海兵在搬运伤员，有船进港，说明就有路可以出去。娜美琢磨着假扮海军制造骚乱，趁机混出去。这时传来脚步声，身后的门被人推开，娜美吓了一跳，以为是海兵来逮捕她的。但是这2个看上去有点憨的海兵并不是这个要塞里的人，他们自称是玛丽兄弟，是来自玛丽乔亚的2个很有名的厨师，刚刚乘军舰到达这里，在要塞里迷路了。他们以为娜美是本地人，向娜美打听厨房的位置。娜美强装镇定，给2人带路，在一个岔路口随便指了方向后，迅速脱身跑开，换了海兵的装束混在基地里。有几个海军路过时正在谈论索隆，曾经的海贼猎人，目前草帽团最棘手的人物之一，务必要将他抓捕。海军刚离开，索隆就抓着头，一脸懵逼，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走廊上。娜美冲上去重重地给了索隆一下，然后把他的刀抢过来丢到外面。毕竟在要塞里挂着3把刀来回走，目标太大了。索隆当然100个不情愿，想要去拿刀，结果刀却掉了下去。娜美和他争执的时候，后勤的班长找了过来，把娜美当成实习小兵抓回去干杂物。另一边，山治和路飞潜伏在基地的通风管道里，几乎是顺着食物的味道找到了厨房的方向。2人伪装完毕，躲在厨房外观察情况，准备混入到厨房里。厨房的烤炉上滋滋作响，牛排被煎烤的香味瞬间扩散。路飞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再饿下去就要失去理智，一脚踢开了厨房大门，所有人都将目光聚了过来。这把里的这些厨师刚刚就听说新入港的军舰里有2个很厉害的厨师，玛丽兄弟，
正巧来了这2个陌生人，应该就是他们吧。听说来自马利乔亚的厨师都十分嚣张，瞧不起这种地方海军基地里的厨师的厨艺，所以这帮的厨师们对山治和路飞很抵触。本来山治很不屑与这些海军争辩，不过这里的厨师长居然是一个美女，山治瞬间动了心。美女厨师长缓缓走了过来，一边走一边说教。山治一愣，心想你在教我做事？美女厨师长告诉山治，如果厨艺不能被自己认可，就不配做这一帮的厨师。作为厨师，山治怎么能容忍别人说他厨艺不行？那就直接来比一比吧。食堂内的海军听说有人比拼厨艺，好奇的围拢过来观战。美女厨师长的手下们率先挑选出食材，众人一起配合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100人份的料理。山治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，动也不动。美女厨师长以为山治认输了，没想到山治等其他厨师完成后，直接把厨师们剩下来的边角鱼料拿过来即兴发挥，将鱼骨和鱼头用精湛的刀法切碎，搓成肉丸放到锅里面煮熟，又将厨师们剩下来的牛蒡和土豆皮做成配菜，淋上调料汁，一大桌的美食就做好了。简单来说，山治做菜的理念就是要认真的对待所有的食材，将爱心灌入其中，就像对女人的爱一样。美女厨师长对山治的态度瞬间转变，从一开始的不屑变得十分欣赏，邀请路飞和山治留在这一吧做厨师。索隆这边为了拿到佩刀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。他从悬崖跳进水里，又被滚落下来的巨石砸进水底，一系列操作被悠哉闲逛的胡子司令看在眼里。索隆好不容易拿到了佩刀，游出了水面，已经被一群持枪的海兵团团包围。胡子司令的副手猩猩哥奉命来到监狱里审讯索隆，他大声质问草帽一伙从哪里来，有多少同伙，为什么会从天空入侵海军要塞。索隆平静地说，从天国掉下来的。猩猩哥一看这小子还挺顽固，宁死不屈，于是对索隆动以十分残忍的刑罚。消失已久的乔巴则悄悄地躲在一个铁桶里，不敢露头。听说索隆被抓了，乔巴很害怕，悄悄地从桶里爬出来，找机会溜走。结果就在走廊上被一群海兵撞见围捕。乔巴一顿慌乱走位，躲进了海军的一个仓库里。海兵进来查看，乔巴则钻进了一个装满鹿角的箱子里。海兵没有搜到乔巴，悻悻离开。这时候又进来2个医疗兵，他们来取鹿角做药材，直接就把乔巴藏身的箱子给运走了。装扮成勤务兵的娜美被安排到一个十分空旷的道场里打扫，累得娜美苦不堪言，索性找个机会换掉了勤杂兵的衣服，换上了一身看起来很淑女的工装。但他没想到这居然是护士服，刚走在走廊里哼着小曲儿，就被一群护士架起来送到了医务室。有伤员需要紧急救治，所有的护士全部集合。护士集合了，医生却不行。坐镇医务室的医生眼镜姐是一个实习医生，不幸的是他的老师们全部外出，而他又晕血。一听说是医治遭遇台风而受重伤的海兵，眼镜姐就怕了，外科肯定要见血，自己完全应付不来。可是现在在要塞基地里，除了眼镜姐就没有别的医生了，护士们不由分说把眼镜姐硬架起来带走了。巧的是，海兵们送过来的鹿角箱子就在眼镜姐的医务室里。躲在箱子里的乔巴听到了一切的信息，他既担心那些受伤的海兵，又担心那个惊恐的医生，于是偷偷溜到了安置伤员的地方。乔巴看到眼镜姐还没开始手术就已经晕倒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变成人形的状态，换上白大褂，勇敢地站出来主持局面。护士们在乔巴的指使下迅速开始行动，给伤员输液打针，将重症伤员送往手术室。眼镜姐呢缓缓醒来，看到乔巴后忙问他伤员的治疗情况。乔巴告诉他要立刻进行手术，眼镜姐双脚一软又瘫倒了。这时候护士娜美也走了过来，她看到乔巴也很是惊讶。眼镜姐告诉他们自己主修儿科，根本见不得血，也看不得伤员痛苦的样子，只不过是因为其他医生都出门了，自己暂时代替医务室长一职。娜美根本不关心这些，她想趁着混乱偷偷溜走，但乔巴坚决地说现在不能走。乔巴医生果断又准确的指令，让伤员们的手术顺利开展。眼镜姐在乔巴的鼓励下也勇敢地站起来，准备面对伤员。乔巴带着眼镜姐和娜美一起换上手术装，戴着口罩和手套走进手术室给伤员进行手术。胡子司令的副手猩猩哥听属下报告有不认识的医生在手术室，猜到很可能是草帽一伙，直接带着手下闯入手术室搜查。但眼镜姐站了出来，这里只有为了救治伤员而努力奋斗的医生和护士。猩猩哥被眼镜姐的气魄震慑住，只好带着手下离开，并安排手下守在手术室外面。手术室内紧张的手术仍在继续，眼镜姐不仅没有晕倒，而且从容不迫地给伤者救治、输血、缝合伤口。很快，最后一个伤者也救治完毕，眼镜姐松了一口气，乔巴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但是眼镜姐一点都不觉得惊讶，很平静地夸赞乔巴的艺术高超。山治和路飞还在厨房里干苦力，
路飞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逃走？山治怪对路飞呆头呆脑的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。美女厨师长走进厨房，将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在了山治和路飞身上。山治立刻大变脸，高兴地答应了下来。而此时，胡子司令听说从马里乔亚来的2名厨师十分厉害，厨艺了得，于是晃晃悠悠地来到厨房，准备亲自尝尝他们的手艺。故事越来越精彩了呢！我是剑魔君，咱们下期见。